睁眼时，突然发现给自己换药的护士竟不停敲击出摩斯密码，这瞬间让他心中一喜，因为对方的出现让他看到了逃离鬼子魔爪的希望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上一秒他还点头同意，下一秒直接就把同志给卖了。我在医院收到张黎派人传来的消息，约我今天下午2点在海半仙茶楼见面。而这看似叛变的行为，却是陈山眼下能否成功逃脱的关键。因为陈山策划的是一场一箭3雕的大逃亡，而要想看懂接下来的剧情，我们必须先搞清楚此刻陈山的处境。因为费正鹏的叛变，张黎身份彻底暴露，而陈山也遭到荒木重点怀疑，并下令陈山2天内亲手抓捕张黎。这里你或许会问，陈山为何不直接撤离？因为他的妹妹和父亲一直都在鬼子手里，加上昏迷不醒的于小婉，荒木手里握着3张牌，让陈山不得不留下，所以他只能赌，又一场假背叛，把所有人都救出去。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。陈山主动走到荒木面前，交出了投名状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很多人遇到这种质疑，第一反应就是辩解，结果越描越黑。但你看陈山是怎么做的？陈夏跟陈金旺都在你手上，我哪还有胆子骗你啊？不会到了这种时候，你还觉得我会为了张黎搭上全家的性命吧？他根本不跟你争对错，而是直接反问，把问题丢了回去。这根本不是回答，这是一次心理学的反向施压。他没有祈求荒木的信任，而是通过反问强行把荒木拉到自己的逻辑框架里。言下之意是，换作是你，你也没得选。这让自大的荒木下意识地认同了这个逻辑。陈山恰恰就利用了荒木这种我掌控一切的心理盲区，把最危险的监视者变成了自己计划的棋子。而在找荒木之前，陈山还偷偷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，策反，他利用费正鹏救女心切的心理，迫使他同意配合营救于小婉。第二件，传信，他借着给父亲做烧麦的机会，偷偷给同伴传递了消息，并在见父亲的同时，将撤离计划悄悄告诉了陈夏。至此，3路并进的计划全部部署完毕。而当自大的荒木和陈山带着大批鬼子准备前去抓捕张黎的同时，陈山的计划也宣告启动。费正鹏这边率先动手，医院看守的几个小特务，在费正鹏这个老特务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，还没来得及出声就直接被放倒。紧接着几人快速将于小婉转移到推车上，可谁料几人刚出门就迎面撞上巡逻的特务，我党同志率先出击，混乱中费正鹏肩膀中枪，好在他硬是咬着牙没松手，死死护住推车。而在一行人拼了命突围，最终坐上事先备好的救护车逃离了医院。到这里，第一条线暂时成了。而荒木离开后，刘芬芳立马穿着特务制服大摇大摆地走进院子。不得不说，鬼子的等级观念还挺重，问都不问。而他进去后，立马来到角落点了把火，火势一起来，院子全乱了。鬼子离开岗位，全跑去灭火。陈夏看见时机到了，拉起父亲就往门口走。第2条线也启动了。再说说陈山这边，荒木在来到茶楼后担心有埋伏，便让陈山第一个上前。殊不知，这正是陈山想要的。突然响起的爆炸让陈山直接消失在了鬼子的眼皮底下。至此，3条线全部到位，一切完美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盘棋要赢的时候，变数来了，而且一来就是3个。最先出问题的自然是先动手的那波人。此时看似平静的救护车中，费正鹏正挟持着我党的一名同志。因为陈山算准了费正鹏对于小婉的愧疚，却低估了他对自己性命的恐惧。我想知道，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？去延安。延安？于小婉是于顺年同志的遗孤，是他们整个于家唯一的血脉。照顾烈士们的遗孤是我们组织上的责任，更何况于顺年同志究竟是怎么牺牲的？等你到了延安，也一并跟中社部说个清楚吧。费正鹏深知到了延安自己难逃一死，当死亡的恐惧降临时，他毫不犹豫选择自保。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，父爱是真的，但自私也是真的。当2种本能冲突时，更强烈的那个总会胜出。好在费正鹏并未带走于小婉，而是自己独自下车逃离，而他的下场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。而陈夏这边同样出现了纰漏，当大火吸引所有特务的注意时，陈夏第一时间想要带父亲离开，可偏偏这个时候父亲的老年痴呆症突然发作，哭闹着不肯走，而父亲的大吵大闹彻底惊动了所有鬼子。枪声响起，父亲应声倒地。如果说费正鹏的背叛是人祸，那这边的意外就是纯粹的天灾，这就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。陈山能算计人心，能预测火力，但他算不到病痛，这在情报学里叫做不可控变量。他能一瞬间摧毁最完美的计划，陈父倒下也意味着这2人失去了逃离魔爪的机会，那么最后自然就是陈山。在突然响起的爆炸下，金蝉脱壳的陈山顺利的和接应的张黎会合，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准备撤离的陈山就发现街边小贩的裤脚下露出军靴，而还没等他出声提醒，突然就响起几声枪声，随即便见荒木带着宪兵队将几人包围。原来荒木早就有所防范，而面对大批鬼子，陈山几人显然没有抵抗的余地，最终在同志拼了命的掩护下，张黎和陈山2人躲进了一旁的楼房，可前赴后继的鬼子还是让2人难以招架。更何况荒木还在一旁放冷枪，2人一路杀了不少鬼子，逃离到了天台。陈山，听我的命令，你必须活下去，把黄志忠保护成精兵工厂分会。我做不到，连黄志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你必须办到，我们所做的一切
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。去孟江堂找麻雀，快走！而张离话音刚落，就发现远处的荒木已经举起了枪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张离做出了最后的选择。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猛地将陈山推下天台，自己则迎向了那颗致命的子弹。而此刻，陈山刚好坠落在楼下的车棚上，他挣扎着抬起头，看着张离倒下。这里不得不提一嘴重庆兵工厂分布图的重要性。当年的重庆是战时首都，而以汉阳兵工厂西迁为主体的兵工企业，就是抗战后方的工业命脉和输血管。这张图一旦落入鬼子手里，就等于把抗战的心脏暴露给了敌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哪怕张离是我党同志，也知道军统这些兵工厂如果遭到重创，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。他的嘱托可不是一张图，而是半个中国的命运。而在陈山昏迷之际，就见远处突然出现一大批人，对着鬼子疯狂打击。当他再次清醒时，已经出现在了猛将堂，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代号麻雀的同志。麻雀没有过多的安慰，只是将张离的遗书交给了陈山。这或许是那个时代革命者的悲哀，他们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，也必须承受同志牺牲在面前的悲痛。而看着熟悉的自己，回想起两人在一起的日子，这个算计了一切的男人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至此，3条线全部结束，一条叛徒跑了，一条父亲倒了，一条战友死在了天台上。陈山活下来了，但他赢的只是一条命，输掉的是身边几乎所有人。而张离牺牲前的嘱咐还压在他肩膀上。从这一刻起，陈山再也不是那个想救家人的普通人了，他背上了一份关乎国家命运的责任。故事精彩还在升级，我们下集接着讲。